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这样一家公司，它掌握着3亿人的医疗命脉，它的营收超过大多数国家的 GDP，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美股主要指数的波动。没错，就是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股票代码为 UNH。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家传统的健康保险公司，那么你就太小瞧它了。它不仅仅是美股医疗板块的压舱石，更是一台精密运转的利润机器。有人说它是防御股票中的进攻手，是躺着赚钱的典范；也有人说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黑洞和风险。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用数据逻辑对它进行一针见血的拆解，把这家巨头彻底搞清楚，让你明明白白看懂它到底是凭什么达到了今天这个市值。如果你对医疗、健康、保险和长期投资感兴趣，那么千万不要走开，这支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接下来我们会围绕这9个部分完整拆解 United Health 这家巨头。从股价表现到它的历史走势与市场风向，从公司概况到它庞大而隐秘的商业帝国，从核心产品与营收结构看到底是哪个板块在为它贡献利润，从行业格局看它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再到优势与挑战，我们不仅讲它做得好的部分，也会直面那些被媒体忽略的问题。而在视频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用财务数据与 DCF 模型带你还原一个理性估值的全貌，看看它的股价到底是被严重低估，还是已经处在了泡沫边缘。最后我们会回到投资的终极问题，你到底应不应该加仓？现在买入会不会高位站岗？买会不会错过10年一遇的机遇？整期视频的信息量巨大，我会尽量讲得简单明白。你可以把这期视频当成一份完整的联合健康分析投资报告，但比投资报告更好读，比文章更容易吸收。所以如果你真正想看懂这家巨头，而不是只听几个关键词和段子，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最直观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公司的股票价格。过去1年，United Health 的股价从$600跌到了$280，直接腰斩。从防御型巨头到暴跌先锋，这场崩盘不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清晰可辨的阶段。今天我们的分析就从这条令人不安的股价曲线开始，一步步拆解它背后的逻辑。过去1年，它的股价波动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1月，是一个典型的高位震荡期。股价当时运行在$600左右，看似强势，实则暗藏隐忧。市场对它的认知还停留在医保科技双引擎、高现金流护城河和避险资产的阶段。每一次回调都被当成上车的机会，每一次反弹都被理解为价值回归。但现在回头看，这其实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这段时间 ，United Health 的走势并没有明显的下行趋势，但是波动性却在逐步增大，市场情绪正在暗中松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又是什么在悄悄改变着投资者的信仰？我们继续往下看。United Health 第一次真正的崩盘是从2024年12月4日开始。这一天，联合健康保险部门的 CEO Brian Thompson 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遇枪手伏击，当场身亡。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意外，而是一场震惊美股市场的极端事件。根据警方报告，现场发现的弹壳上刻着3个词 ：delay、deny、depose。对应的中文意思为推迟、拒绝和处决。这不只是枪手的冷血，而是一种对公司拒赔和延迟理赔制度的愤怒控诉。这一刻，曾经被视为避险资产的医疗巨头彻底暴露在聚光灯下，市场的反应也是及时的。United Health 的股价在12月5日、6日连续2天暴跌，单日跌幅接近5%。更可怕的是，整个医疗保险板块也同步跳水 ，CVS、Cigna、Centene、Elevance 无一幸免。一场公司的治理危机瞬间演变成了系统性风险。这不仅仅是一次人命事件，它像是一剂子弹，打穿了投资者对这家公司长达10年的信任壁垒。这一跌也宣告了联合健康的护城河神话第一次开始动摇。但是这只是崩塌的开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失控。如果说 CEO 的遇袭只是导火索，那么真正点燃这场股灾的是信任的全面崩塌。事件发生后，整个美国舆论场进入了狂暴模式，社交媒体上医疗拒赔、商业保险吸血鬼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无数网友都将那枚刻有 delay、deny、depose 的弹壳视为对保险行业的控诉。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不仅仅是一场谋杀，更是系统性愤怒的极端表达。这种情绪瞬间向政治层面扩散，美国国会开始推动对医疗行业的专项改革，针对 PBM， 也就是药品福利管理商，还有 Medicare Advantage， 也就是老年医保优待计划的监管呼声越来越强烈。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甚至披露，有可能会对 United Health 展开刑事调查。
市场随即开始计价更严厉的政策处罚与潜在的巨额赔偿。这时候的问题就不再是 CEO 出事那么简单了，更严峻的是联合健康赖以盈利的商业模式也正在被重新审视。推迟审批、拒绝支付不必要的项目，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效率机制的策略，但是如今却成了道德与政治的靶子。投资者开始担心这家公司依靠精算和控制成本起家的商业模式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它的盈利能力会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的剧烈转向而遭遇根本性破坏。所以联合健康股价暴跌的真正原因不是财报出了问题，而是公司赖以生存的逻辑被集体质疑。但是故事远没有结束，接下来市场还会掀起更剧烈的风暴。在经历了那次极具冲击性的暴跌之后，市场终于在2025年迎来一丝喘息。从1月到4月， United Health 的股价出现了小幅反弹，不是微型反弹，而更像是一种理性的试探。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风险到底有多大。这段时间的反弹并不猛烈，投资者普遍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在等公司的财务季报能否给出更加确定的信号，等待监管是否会出台明确的处理意见。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浮出水面。首先，关于 CEO 遇袭的负面情绪正在逐步消散，市场开始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公司的基本面。其次，公司医疗服务 Optum 业务线的增长依然展现出不错的韧性，这块代表着医疗科技与服务外包的高毛利板块，被看作是公司的第二增长引擎。同时，医保入保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为公司的收入提供了坚实的基本盘。然而，尽管股价反弹开始，市场的信任还远远没有修复。这家公司能否从泥潭中爬出来，还得看下一阶段的财报能不能讲出一个让人信服的故事。因为这一切只是初步恢复，而不是彻底转身。不幸的是，2025年4月到5月，联合健康进入了加速下跌的时期。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公司的股价进入了自由落体。2025年4月到5月，United Health 的股价从$600多的高位一路跳水至$280附近，市值蒸发了超过55%。这不是一次技术性调整，也不是短期情绪的反应，而是蓝筹股中罕见的断崖式暴跌。表面上看是市场情绪失控，但是背后真正的导火索是基本面的恶化与信任机制的全面崩坏。先来看财报，2025年第一季度，联合健康的收入和每股收益双双不及预期，财报发布当日直接大跌接近20%。这对一家曾经稳如泰山的巨头而言，是一场剧烈的地震。更糟糕的是 Medicare Advantage 的使用率远远超过预期，导致公司的医疗成本暴涨，亏损率高得惊人，打破了市场对其费用控制能力的幻想。与此同时，联邦调查部门对其旗下的 Optum 业务展开合规调查，公司的支付系统也被爆出数据泄露的丑闻。外界对医保政策的新一轮改革，甚至对政府可能提高赔付比例的预期，也让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动摇。这一阶段是典型的多重利空叠加的系统性抛售，财报不好，政策不稳，监管加码，运营受到质疑，投资者的情绪已经不是恐慌，而是出现了投降式的清仓。对 United Health 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短期的挫败，而是商业逻辑被反复质疑后的崩盘释放。就在市场还没有从财报暴雷的冲击中缓过神来，2025年5月，公司的 CEO Andrew 突然宣布辞职，理由写的是个人原因。但是市场没有人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司法部启动了针对 United Health 的刑事调查，调查对象正是其核心盈利业务 Medicare Advantage 项目。外界指控公司涉嫌通过账单、诊断编码等手段虚构医疗服务、虚报保险金额，本质上就是医疗欺诈。与此同时，国会也展开了听证会，多位议员公开点名要求对 United Health 进行系统性审查。同时，更加不幸的是，公司股东发起集体诉讼，指控公司故意隐瞒负面消息，误导市场，夸大估值。至此，我们来回顾一下联合健康这一次史诗级股价暴跌的时间线。2025年4月初，公司的股价还维持在$600附近。到4月17号财报公布当天，股价暴跌22%，因为每股收益和总营收不及预期，成本暴雷。2025年的5月13日，公司的 CEO 辞职，股价再次暴跌10%到12%。到了5月底，股价区间跌到$300左右，监管诉讼和政府调查全面升级，每一个事件都像是在往沉船上加一块巨石。这时候的 United Health 已经不是基本面的问题了，而是信任、合规、公司治理、商业模式的集体失灵。我们看到的是一家超级蓝筹公司在一系列的打击下，如何被市场毫不留情的抛弃。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 ，United Health 的股价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位区间，在280到300美元之间横盘整理。这不是因为市场恢复了信心，而是因为跌无可跌，利空出尽，同时也没有任何正向的催化剂能够让它走出阴霾。整个市场的情绪是极度谨慎，投资人对这家公司充满戒备，既不愿接盘，也不敢抄底。同时，机构投资者的态度也非常微妙，部分分析师已经将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甚至卖出，还有一些机构选择了观望，但是都普遍降低了公司的估值锚点。即使公司还在发放股息，但是市场普遍预期这样的高分红也将面临压缩。可以说，现在的 United Health 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估值与信任双重真空期。没有人说它必然会继续暴跌，但是也没有人相信它在短期内能够回到曾经的辉煌。这种状态有时候比暴跌更难熬，它是一种被市场集体冷落的沉默时刻。但是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种低迷期的稳定区间往往是价值重估的前兆。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联合健康现在的股价能不能撑起公司的长期价值？别急，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要认真拆解的重点。在经历了暴跌与质疑之后，现在是时候冷静地问一句 ：United Health 这家公司到底是谁？这家公司成立于1974年，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它拥有超过40万名员工，其中临床的专业人员就超过14万人。这是一个实打实的医疗系统国家队，它的行业身份是管理式医疗，也就是通过保险、服务、科技、药品等多个环节来打通，控制公司的成本，并且来提升其运营效率。它不只是美国市值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长期稳居财富500强前列，也是美国医疗支付系统的关键一环。它的战略重点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强调数据驱动与分析能力，试图用科技优化医疗质量与用户体验；第二是聚焦健康公平，力图在弱势群体与资源匮乏地区建立覆盖网络；第三是通过上下游垂直整合，打造一个覆盖从保险、服务、诊断到药品供应的闭环体系。从组织结构来看， United Health 是庞大的，从战略愿景来看，它是雄心勃勃的。也正是因为此，一旦这个系统出现裂痕，影响就是系统性的。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拆解它的核心业务模块，看看这家巨轮到底是靠什么在赚钱，有没有驶回正轨的可能性。United Health 的4大业务板块可以归为2个核心方向，一个是健康保险，一个是医疗服务。而健康保险也是整个公司最传统，也是最容易被政策和民意冲击的部分。这一部分被叫做 United Healthcare， 占整个公司运营收入的大约54%左右。它的角色就是把各种健康福利计划、医保项目打包销售给政府、企业甚至个人用户。它的客户覆盖面非常广，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到中小企业雇主，再到个人消费者，全部都囊括在内。但最核心的还是2类人群，第一个是50岁以上享受医疗补助的老年群体，第二个是享受医疗补助的公共项目的覆盖人群。说的直白一点，这家公司1半以上的收入是来自于和美国政府的医保合作，这些人群的医保支出往往不低，使用效率高，流动性强，一旦成本控制出了问题，就会带来系统性的盈亏波动。所以我们看到的 Medicare Advantage 的成本超支、政府监管趋严等这些风险，全部都是指向这个核心业务模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暴跌周期中，这一块被投资者反复放大审视。这不是外围问题，而是公司现金流和合规底线的重灾区。不过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不仅仅只有这一块，它还有另一个被称为增长引擎的模块 Optum。 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这一个增长引擎是否还能撑住这艘沉重的巨轮。讲完保险业务， United Health 的第2架马车医疗服务板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Optum。Optum 是一个高度整合平台，旗下包括了3大业务，包括 Optum Health、Optum Insight 和 Optum Rx。 总体来看， Optum 占公司总营收的 46%， 与保险板块几乎是对半开。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Optum Health， 它贡献了 Optum 板块中的约 42% 的营收。和保险不同， Optum Health 更接近于医疗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它提供的是全链条的身心护理管理，从基层健康服务到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一应俱全。这一块服务的形态也非常丰富，包括线下实体诊所、线上健康服务以及快速扩张的虚拟护理网络。换句话说，不论是你去医院看病、在家接受治疗，还是远程问诊，背后提供服务的都有可能是 Optum Health。 它的用户不仅仅是患者，涵盖对象还包括消费者、医院、雇主、政府，甚至保险支付方本身。
这就意味着 Optum 正在向平台化演进，它不是单纯提供医保服务，而是想要掌控整个健康体系的数据流、服务流和支付流。正是因为这部分业务更加靠近服务和科技，它也被外界认为是联合健康最具成长弹性的部分。尤其是在监管压力集中在保险业务时， Optum 的韧性成为了公司估值体系中的最后支柱。不过它能否真正扛得起下一轮增长，还要看它在成本控制、技术效率和客户粘性上的表现。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拆解 Optum 的其他子业务，看看它到底是护城河还是泡沫。Optum 的服务链条不止于 Optum Health， 它背后还有2条更加轻资产，但是也同样关键的业务条线。首先是 Optum Insight， 营收占 Optum 总收入的 7%， 这一部分主要是提供数据分析、咨询服务与技术平台支持。它的客户包括了医院系统、医生集团、健康保险计划、政府机构以及生命科学公司。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了信息化软件、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外包运营管理，可以说是整个 Optum 后台运转的数据中枢，既负责数也负责算。虽然这部分的体量不大，但是却是 Optum 数字化能力的体现，也是在未来医疗 IT 趋势中不可忽略的抓手。再看另一个业务条线 Optum Rx， 这是 Optum 整条业务中最大的一块，营收占比高达 51%。 它负责整个药房福利管理系统，包括零售药房网络、送药上门、专科药物配送、处方管理、临床药学支持等，甚至包括了像接替疗法、疾病方案管理、药物依从性提升这类高度细分的项目。换句话说， Optum Rx 已经不只是一个配药平台，而是一个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用药行为管理系统。别忘了，这背后也是巨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药价、高医保渗透率的市场，谁掌握了药品流通的渠道，谁就掌握了现金流和议价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Optum Health 负责服务与治疗， Optum Insight 负责数据与技术， Optum Rx 负责药品与流程，3个板块横向协同，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医疗商业闭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认为 Optum 是联合健康真正的增长引擎与护城河核心。讲完了营收结构，我们再来看看营收增长。这一页总结了联合健康4大板块的营收增长速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一块业务在公司中拖后腿，哪一块业务在帮助公司拉升业绩。先看最传统的 United Healthcare， 也就是保险业务，它占据公司总营收的 54%， 同比增长 7%， 增速不算快，但也不算慢，算是一个大而稳的存在。其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享受医疗补助的会员数量增加。接着来看 Optum 板块的表现，明显这一块的增长更加活跃，其中增长最猛的是 Optum Health， 同比增长 31%， 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医疗网络的持续扩张，以及越来越多价值导向的护理合同落地。这说明公司在基层医疗和慢性病管理方面确实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商业吸引力。Optum Insight 增长了 13%， 主要靠的是技术咨询、运营托管和数字化平台项目的放量。虽然体积较小，但是增长逻辑清晰，数据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可。Optum Rx 作为药房服务的平台，也维持了 9% 的增长。推动因素包括零售处方量的上升，以及药品价格的小幅上涨。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United Health 的保险业务是现金来源，撑起了公司的基本盘。Optum 系统是成长驱动器，代表着未来的想象力。公司各个板块的分工清晰，构成了 United Health 的双轮驱动模式。讲完了现状，我们再来看看这家公司各个业务的未来。至少从业务布局来看， United Health 并非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如果说哪一块还有增长想象力，那就是 Optum， 特别是它的2大子引擎 Optum Health 和 Optum Insight。 先说 Optum Health， 它是目前公司增长速度最快的板块，未来的核心驱动。这一部分业务围绕的是提高客户的健康水平，降低长期成本来设计盈亏逻辑的。换句话说，就是从客户报销收费转向管理病人。为了支撑这个模式， Optum 正在快速扩张它的门诊网络，与此同时，它的客户结构也在调整，更多的服务对象来自于享受医疗福利的高需求人群。每位患者的单价更高，粘性更强，这将显著提升单位收入和长期合同价值。再来看 Optum Insight， 它虽然营收占比不高，但是成长逻辑扎实而且清晰。
它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与大型医院集团签订的长期 IT 外包合同，服务范围涵盖数据集成、平台化搭建和流程优化。从行业趋势来看，全美医疗系统对数据驱动降本增效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这让 Optum Insight 成为未来医疗科技转型中的卖产人。说到底，这两块业务承载的是公司下一阶段的希望，一个负责管理健康，一个负责管理系统。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两大业务板块的未来走向。先看 Optum Rx， 也就是药房福利管理平台。这一块的增长近期明显放缓，一方面是整个 PBM 行业，也就是药品福利管理系统正在被政策强化监管，另一方面竞争压力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来自于亚马逊和 CVS 等巨头的挤压。但是好消息是 Optum Rx 依靠其庞大的药物分发网络和专科药物管理系统，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收入流，尤其是在特殊病种用药上的涵盖优势，还能为其继续扩大管理规模和毛利空间。也就是说，虽然这部分业务目前增长乏力，但是它的护城河依然存在。再看传统的大头 United Healthcare， 也就是保险业务，这部分未来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临床使用率在持续上升，意味着公司要承担更多的医疗成本，直接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二是虽然公司享受医疗福利的会员人数在增加，但是支付能力和成本控制难度也在同步上升。整体而言，保险业务的未来是稳的，但是并不能带来那种让人特别兴奋的增长。虽然这部分业务的成本可控，现金流稳定，但是缺乏扩张的想象力。这也引出了近期联合保险公司股价暴跌的核心逻辑。一方面 Optum 是公司未来成长的发动机，但是这部分业务面临监管与整合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公司的保险业务是它的现金奶牛，但是面临的增长极限和信任危机，整个公司目前既有护城河，也有其脆弱的环节。想要真正看懂 United Health， 我们就必须要把视野从公司拉到整个行业。联合健康所在的行业是美国医疗保险与健康服务行业，更具体的说就是所谓的管理式医疗领域。那么什么是管理式医疗呢？它不是单纯的卖保险，也不是纯做医院，而是通过网络整合控制成本、服务优化来提高医疗效率，控制费用，并且提升护理质量的一种混合型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保险加医疗加风控系统的三合一平台，这是一个典型的高门槛、高集中度、高政策依赖的行业。在美国，这个行业目前被五大巨头垄断，包括 United Health、CVS、Elevance、Cigna 等5家公司。这5家公司的合计市占率超过 80%。是的，你没听错，5家公司就占了全美80%的市场份额。这就意味着联合保险所处的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游戏。在这些巨头当中， United Health 是龙头中的龙头，既是市值最大，也是业务涵盖最广的一家。但也正因为此，它面临的监管政策和媒体压力也是最大的。在这种高度集中、高度监管的行业格局当中，任何一次政策波动、定价改革、司法调查，影响的都是全行业的利润中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次暴跌不仅仅是公司财务暴雷，更是整个行业生态链出现裂痕的警告。为了更好地理解 United Health 在行业中的位置，我们不妨把5大巨头拉出来横向对比一下。从市占率来看， United Health 以 23% 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不仅如此，它还是唯一一家真正涵盖保险、诊所、数据、药房4大环节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做保险，也是在经营一整套医疗生态。Optum 提供的数据分析和服务整合能力，让它在政府采购、大型合同、医保外包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再来看第2名 CVS Health， 它的市占率也高达 21%。 它依托的是保险外加 CVS 药房，形成了强大的零售端闭环，但是在科技协同和医疗服务整合方面略逊一筹。Cigna 和 Elevance 各占 10%。 Cigna 的强项在于国际业务， Elevance 则依托 Blue Cross 和 Blue Shield 的品牌，在地方市场根基深厚。而排名第5的 Centene 主要服务的是享受政府医保的群体，盈利能力较弱，但是市场粘性较强。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规模领先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还有议价能力、抗风险能力和资本效率。而 United Health 正是这个赛道上具备全链路整合优势的唯一一家公司。但是话说回来，领先也意味着更高的监管关注度，业务广泛也意味着更多的合规压力与复杂性。一旦哪一个模块出了问题，市场情绪就会被快速放大。也就是说，联合健康既是行业护城河最深的那家公司，也是系统风险最大的那一家公司。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结，把刚才铺垫的行业格局总结一下。
United Health 毫无疑问是行业中的龙头，无论是保险业务的市占率，还是服务端的 Optum 平台的协同能力，它都拥有显著的规模优势与数据垄断能力。紧随其后的是 CVS Health， 通过保险、药房连锁和药房福利管理，实现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成了强大的零售医疗闭环。而 Cigna、Elevance 和 Centene 分别深耕在不同的细分赛道，一个强调国际化，一个强调本地优势，另一个则专注于政府医保人群。5家头部公司合计占据了美国市场超过80%的份额，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寡头格局。所以联合健康所处的并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行业，而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博弈外加重资本壁垒的行业当中，谁能先整合上下游，谁就能率先压缩成本，谁能打通数据闭环，谁就能掌握话语权。而谁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会出现震荡。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既是稳定的护城河，也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来源。接下来我们把美国医保市场按照客户类型拆解为5大类。第一块是雇主医保，这个市场主要服务的是在职人群，由大型企业、工会组织等购买团体健康保险，它是目前市场体量最大的板块，占比超过47%。特点是现金流稳定，利润率高，但是增长放缓。在这一块里，United Health 涵盖了大型企业、中小型雇主和工会群体，提供 HMO、PPO、HDHP 等多种计划类型。它在这里的市场份额大约是15%到18%，是实打实的第一名，构成了公司最核心的现金流业务。第二块是老年医保，这是为65岁以上人群提供的政府补贴商业保险，也是目前增速最快、竞争最激烈的细分赛道，占比约为22%。在这里，联合保险同样是美国最大的供应商，凭借品牌、网络和数据整合能力持续扩张，它的市占率已经达到30%左右，是这个赛道绝对的龙头。需要注意的是，雇主保险像是一头稳健的现金奶牛，带来确定性现金；老年医保则更像一场冲刺赛，利润敏感，对成本和风险控制能力要求极高。所以 United Health 之所以能够成为双线第一，背后依靠的正是它同时具备规模、数据和平台协同的3大壁垒。除了前面提到的2大核心赛道，美国医保市场还有几块相对边缘但是不可忽略的区域。首先是低收入医保，这个市场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孕妇、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政策敏感度高，利润薄，但是收入规模不小，市场占比约为18%。United Health 参与了30多个州的低收入医保项目，而且还涵盖了 CHIP 等儿童医保计划。在这个政策主导的市场当中， United Health 的市占率也名列前3位。这一块业务虽然波动性高，但是在 Optum 的协同之下，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覆盖密度。第二类是 ACA 个人保险市场，也就是通过联邦和州平台个人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这个市场在整个保险行业中的占比约为9%，盈利能力较差，监管严格，门槛不低。United Health 曾在2027年退出了多数的 ACA 公司，但是又在2022年重新进入，目前已经涵盖33个州，占据了大约5%到6%的市场份额，属于这个市场中的中等玩家。最后一类保险业务就是像学生保险这种边缘项目，这块业务在整个保险市场中的占比约为4%，而且 United Health 并不重仓这块业务，所以这一块业务对 United Health 的营收影响比较有限，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联合保险在各个医保细分领域中的位置。联合保险在雇主医保和老年医保是双料霸主，在低收入保险市场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依然跻身前3。在 ACA 个人保险市场为中等玩家，战略性参与，而公司在其他业务市场中的占比较小，无需过多关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合保险的业务布局采取了典型的双轮驱动外加稳健参与的策略，依靠雇主医保和老年医保构建核心收入和盈利基础，双轮驱动。在低收入医保和 ACA 个人保险等政府导向的市场当中，采用的是谨慎型策略，赚取边际利润，保持政策影响下的灵活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老年医保的就诊成本突然飙升，直接冲击了联合保险的利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医保行业正在发生哪些关键变化，这些趋势不仅深刻影响了整个市场格局，也直接关系到联合健康未来的增长潜力与风险敞口。第一大趋势是垂直整合加速，行业巨头不再满足于只做保险，他们正在大举收购诊所、药品福利管理机构以及数据分析平台。像 Optum 就是联合健康旗下的整合典范，它不光做支付，更逐步控制整个医疗价值链，实现了从管钱到管命的转变。第二个就是价值导向型医疗 VBC 的崛起。
过去医生看一次病就能收费，现在正在转向按照结果收费的模式，也就是说，只有治疗有效，保险公司才付钱。这种倒逼式的服务方式提升了效率，控制了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第三点就是数字医疗与远程护理的快速普及，AI 辅助、远程问诊、虚拟护理平台在疫情之后成为了常态。这既是机遇，也要求公司具备更强的数据整合能力。第四个趋势就是监管全面强化，尤其是在老年医保、药品福利管理机构这两个高利润领域，监管方已经提高了审查标准，要求更公平、更透明。这就意味着保险公司轻松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五就是消费者导向提升，用户体验、价格透明、健康促进类服务越来越被重视。医疗保险不再是黑箱操作，患者也在要求更高的性价比和服务质量。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未来10年整个健康保险行业将是整合力加效率加监管应对能力的综合大考，赢家只会更强，输家将无处躲藏。而联合健康正是在这些趋势中布局最早、整合最深的玩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够长期跑赢同行。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在这样一个整合力决定生死的行业当中，只有真正具备规模、效率、综合服务能力的巨头，才能够穿越周期。那么，联合健康作为行业龙头，它到底强在哪里？又面临哪些不可忽视的挑战呢？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就将深入拆解它的优势在哪里，在未来的成长当中又有哪些绊脚石。首先，我们来一起拆解一下联合健康的5大核心优势。第一，就是公司的业务规模碾压同行。联合健康是全球最大的健康保险与服务集团，年营收超过4000亿美元，横跨保险、药房、诊所与数据科技，涵盖了几乎整个医疗价值链。这种规模不仅仅是大，更是形成了行业定价权。第二就是双引擎架构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它并不是单一的保险公司，而是通过双引擎驱动，一边是 United Healthcare 提供保险，一边是 Optum 提供医疗服务，保费收入外加服务收入，双轮驱动，既能锁定客户，又能控制成本。第三是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在老年医保和雇主医保市场都排名第一，在低收入医保板块也稳居前3，五大细分市场它拿下了3个，这不仅仅是具备竞争力，而是在行业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力。第四就是 Optum 的协同生态壁垒极强，从药品管理到诊所到数据分析平台，整个服务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意味着公司实现了医疗闭环、数据闭环和利润闭环。第五就是价值导向型医疗 VBC 的转型遥遥领先。未来美国医保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按照疗效收费，联合健康率先大规模推行了这种模式，不仅仅是拿到了政策红利，也提升了患者结果与品牌形象。总结一句话，现在的联合健康已经不是单纯的保险公司，而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医疗生态系统。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支撑联合健康成为巨无霸的深层优势。第一就是数据能力超前，联合健康拥有数十亿级别的健康数据积累，这可不是普通的统计数据，而是能够支撑定价、风控、疾病预测的核心资产。在 AI 医疗浪潮当中，它天然就是数据霸主。第二就是客户基础广泛，能够帮助公司抵抗周期。它每年服务超过1万人次，涵盖雇主、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甚至政府项目。用户结构多元，就像是稳健的 ETF， 不管经济周期怎么变，它的基本盘稳定不动。第三就是品牌信任长期稳固，在美国医疗计划的满意度榜单当中，联合健康多年稳居前茅，特别是在老年医保、雇主医保领域，顾客满意度极高，粘性极强，这是公司难以撼动的护城河。第四就是公司的财务极其稳健，每年的自由现金流超过250亿美元，源源不断地支撑公司的股票回购和分红，这种现金机器是投资者最爱的企业类型。第五就是公司的政策适应能力非常强，当年联合健康退出了多个 ACA 市场，但是在2022年又快速重返，精准布局，这种灵活的调整能力说明它不仅仅赚钱，也能读懂政策，配合政府，永远站在风口。所以联合健康不是一家跟着行业走的公司，而是一家能够引领行业走向的公司。当然，没有哪家巨头是没有挑战的。对于联合健康来说，以下这些挑战正在逼近。第一就是医疗成本压力徒增，从2024年到2025年，老年人的就诊比例明显上升，直接推高了医疗赔付率，导致公司的成本失控，也就是公司需要赔偿的钱变多了，利润自然缩水。第二就是监管风暴的逐步来袭，老年医保和药房福利管理正在被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加强审查，这就意味着联合健康的商业模式和利润结构未来有可能会被迫进行调整。
第三就是法律与声誉的双重风险，公司的 CEO 遭受枪击、数据泄露、老年医保欺诈的调查，再加上公司最近的负面新闻不断，这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都影响了公司的声誉。第四就是传统市场的增长放缓，雇主医保虽然依然是公司目前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但是它的成长性已经逼近天花板。如果公司不能开拓新的市场，那么整个业务的增速就会变缓。最后就是竞争对手的疯狂追赶 ，CVS、Cigna 正在加速整合诊所、药房和健康数据平台，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压缩了联合健康的优势区间。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挑战，联合健康还面临4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就是公司利润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Optum 虽然增长迅猛，但是利润波动性极大，线下诊所、人工服务、托管业务等这些重资产业务成本高、约束多，盈利不如看上去那么轻松。第二就是技术颠覆性的威胁正在靠近，新一代数字医疗玩家，比如说 One Medical、Amazon Health， 正在快速抢占线上的护理入口，冲击传统的医疗模式。第三就是公众信任度持续承压，定价不透明，拒赔风波频发，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声音不断，一旦再次爆出丑闻，很容易被政府借势加强监管，引发信任性危机。第四就是宏观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一旦通胀恶化或者是利率持续走高，政府就有可能会削减福利和医保支出，而高利率也有可能会让消费者缩减自费医保，影响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联合健康虽然增长强劲，但是公司的护城河正在遭受四面夹击。说完行业趋势、竞争格局和潜在挑战，接下来我们进入重点板块，那就是基本面分析。我们来看看联合健康这家巨头到底是现金奶牛还是泡沫陷阱。我们先来看一下联合健康的股东构成。首先，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机构投资者持股超过 90%， 这在美股中属于极高水平了。这说明这家公司在华尔街眼中是信得过的、拿得稳的、值得长期持有的优质资产。但是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仅占 0.18%， 几乎可以忽略。这也意味着公司已经高度市场化，运营更多依赖现代管理，而不是家族式掌控。再来看公众投资者，也就是你我这样的散户，只占了不到 9%。这个比例一方面意味着股价波动可能相对平稳，但也说明散户在这家公司中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总体来说，联合健康是一家高度机构化、高度透明的大公司，股东结构稳定，有助于市场对其估值形成长期共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市场对联合健康的空头情绪，整体来说是相当温和的。首先就是空头比例仅为 1.44%， 这就意味着市场上只有不到 1.5% 的流通股被借来做空，属于非常低的水平，说明投资者普遍并不看空这家公司。再看卖空总股数仅为13万股，考虑到联合健康的流通股是以千万股计的，这个数字只能说是边角料，空头毫无组织。还有一个流动性指标也非常关键，那就是空头回补天数，只有 1.13 天，这就代表着如果所有空头都想平仓，也只需要1天出头就能完成补仓，这表明公司股票的流动性非常充裕，不太可能引发短期挤兑风险。总结来看，联合健康当前的空头指标非常健康、稳定、偏保守，市场的整体信心较强，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做空情绪。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公司的股价表现。过去1年，联合健康的股价接近腰斩，跌幅高达 48%， 而同期标普500的指数却上涨了 13%。你没听错，这不仅仅是跌幅惨烈，更是相对于大盘整整落后了60多个点，堪称雪崩。不仅如此，从3个月、6个月到9个月，联合健康呈现出了一种加速下跌的趋势，短期跌幅为 33%， 中期跌幅为 45%， 而9个月内的最大跌幅为 50%， 说明市场对它的基本面和潜在风险展现出了系统性担忧。更重要的是，联合健康当前股价已跌到52周区间的底部附近，从最高的630美元滑落到如今的290美元，几乎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不是简单的情绪回调，这是市场对盈利模式、监管环境，甚至业务结构的深层质疑。总结一句话就是，目前公司的股价从高位崩塌，动量失控，阿尔法为负。哪怕你再看好这家公司，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已经用脚投票，给出了最直白的警告。从资产负债结构来看，联合健康的整体财务状况稳健可控。市值方面，目前为2586亿美元。如果我们将债务、现金和非核心资产都考虑在内，企业价值高达3193亿美元。这表明债务对公司整体价值的贡献不小，也意味着市场在估值时已经记住了大量的运营杠杆带来的影响。再来看负债，
公司总计812亿美元的长短期债务，听上去不少，但是它同时持有342亿美元的现金储备，现金比例相当可观。所以虽然公司的账面负债规模较高，但是公司拥有稳定的现金流、高信用评级以及巨额医保支付托管业务作为保障基础，因此公司的整体杠杆结构依然比较健康。除此之外，公司手上还有约100亿美元的其他资产，可能包含了投资性权益或者非核心金融资产，为公司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务灵活性。总结一句话就是，联合健康的资本结构比较稳健，现金储备充足，杠杆可控。就财务安全角度而言，投资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目前联合健康是典型的成长型蓝筹外加稳定分红的公司，具备攻守兼备的股东回报能力，特别适合稳健型、退休型或长期持仓投资者的关注。从指标来看，目前的预期股息率为 3.1%， 显著高于标普500的平均水平，属于优质的防御型股息标的。预计未来12个月的股息总额将高达每股 8.84 美元，这将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的现金流回报。更重要的是，联合健康的派息率仅为 30%。这就意味着公司仅用了约30%利润来进行分红，留下了充足的再投资资金与对抗风险的空间。这说明这笔分红非常安全，而且具备高度可持续性。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联合健康过去5年的股息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3%， 远远超过通胀和大盘的平均水平，表明公司长期坚持提升股东回报。此外，公司已经连续15年实现股息增长，属于股息贵族的行列，证明了其财务稳健性与分红承诺。总结一句话就是，联合健康是少数能够兼顾成长性、分红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公司之一，适合价值投资者的长期配置。从盈利角度来看，联合健康展现出了极具吸引力的财务表现。首先是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高达 22%， 远高于医疗行业的 10%到 15% 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股东每投入的1美元能够带来卓越的回报，堪称资本利用效率极高的代表。同时净利润率为 5.39%， 看似不高，但是在医疗行业高成本、强监管、利润空间受限的背景下，这已经属于中上水平，说明公司有着稳健可控的盈利模式。公司的毛利率约为 22%， 体现了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另外 ROA 为 7.14%， 也就是每1美元的资产能够创造7美分的净利润，反映出公司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都非常强。联合健康是少数能够在利润压力大、监管严格的行业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持稳健的盈利能力和高资本回报率的公司，显示出了公司强大的运营韧性和管理能力。下面我们再来看联合健康的成长指标，这里最大的关键词就是稳定。首先，营收同比增长 8%， 而3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1%， 说明联合健康在医疗保险和健康服务等核心领域具备持续的扩张能力。公司收入增长的底盘是扎实的。再来看盈利端，每股收益同比暴涨 45%， 这可能是某些一次性利好事件的结果，比如税务优化、成本压缩或者回购带来的提振。总体来说，联合健康的成长性特点是顶层业务稳中有进，底层盈利能力稳健保守。如果你是一位专注风险控制和稳健增值的投资者，那么这样的公司往往比单纯追求高增长能带来更多的安全边际。讲到估值，联合健康当前的核心特征是股价跌了，但是估值却稳了。从市盈率来看，目前处于行业偏低的水平，说明市场情绪已经充分悲观，价格已经反映了大量的利空预期。企业价值与销售收入比仅为 0.78， 连1倍都不到，说明市场对它未来每1美元的营收能力已经非常保守，这是典型的价值低估的信号。而市净率 2.73 则显示出公司的估值并不夸张，符合大型蓝筹股外加稳健型服务公司的估值地位。综合来看，联合健康当前的估值正处于合理偏低的区间，尤其是在过去大跌之后，公司的股价明显透支，但是估值指标却依然处于过去数年合理区间的下沿，具备一定的修复空间。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目前公司的股价砸下来了，但是基本面和估值的底子还在。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是布局窗口期的早期信号。在华尔街分析师盈利预测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所有分析师一致性下调了对联合健康未来的盈利预期，这就意味着市场对于公司短期的前景极度悲观。这在美股中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信号，代表着市场情绪已经进入了冰点。背后的原因可能包括公司基本面承压，或者整个医疗行业遭遇系统性调整，导致分析师普遍偏谨慎。这种极端一致的看空，短期内会压制股价的弹性。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市场对坏消息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一句话总结就是，
目前公司的悲观情绪已经到了极端，短期内缺乏预期修复功能，但是或许也是不错的入场机会。下面我们再来全面对比一下联合健康与行业中的其他竞争者。从这张表中，你能直观的看到，联合健康就是医疗保险行业中的超级航母，市值高达2500亿美元，企业价值更是逼近3200亿美元，是第二名 CVS 的2倍有余，远远甩开了 Elevance、Sigma 等小兄弟。这个量级的领先，在管理式医疗保险支付、服务网络等维度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员工总数达到了40万人，是第二名 CVS 的1.5倍以上。你可以想象它背后的服务触角有多么广，基础设施有多么深，分析师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华尔街有26位分析师长期覆盖这家公司，说明这家公司无论是市值体量还是信息透明度，都是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标杆。一句话总结，在这个行业里，联合健康是标准的龙头中的龙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合健康的业务特性与潜在挑战。首先，联合健康是一家综合型平台企业，它不像其他保险公司只聚焦在传统医疗保险或者药品福利管理领域。联合健康拥有自己的 Optum 平台，整合了数据、服务、药房等关键环节，形成了完整的医疗价值链。这让它不仅仅是一个赔钱的保险商，而是一个主动管理健康服务的大平台。其次，它是一只被高度关注的股票，这意味着它的市场参与度非常高，投资者密切跟踪它的基本面变化，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市场反馈就会迅速而剧烈。当然，联合健康的体量也是它的负担之一，它像一只庞然大物，转身不容易。相比于其他体量较小的竞争对手，联合健康对新兴业务、创新模式的反应速度也较慢，增长敏感性也相对较低，它更依赖于成熟市场的稳定表现，而非通过快速抢占新领域来拉动增长。总结一句话就是，联合健康是底盘稳、链条全、体量大的医疗航母，优势明显，但是灵活性和爆发力有限。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合健康的股价表现，在整个医疗保险行业当中，联合健公司近期的股价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严峻。过去一年，联合健康的股价下跌了47%，是行业内跌幅的第二深，仅次于森汀的负的55%，从高位直接崩塌，说明这家曾经被市场捧为防御型成长股的龙头，如今也成为市场中集中抛售的对象。森汀之所以暴跌，是因为其对老年医保的高度依赖受到政策干预的影响严重。联合健康的暴跌则源于多重冲击的叠加，包括医保利润骤降、CEO 遭遇枪击身亡、盈利预期下调、市场情绪极度悲观，这些都使得公司股价的估值大大压缩。Elevance 最近也跌了将近41%，主要是医疗成本压力加剧以及政策端的预期不稳。而 Cigna 相对抗跌，仅仅下跌了9%，靠的是稳定的回购计划来支撑股价。更值得注意的是 Health Equity， 这是行业中唯一一家实现上涨23%的公司，受益于健康储蓄账户 HSA 业务的高成长性和粘性，独树一帜。总结来看，医疗保险行业在过去一年普遍低迷，但是联合健康的股价回撤，在所有大型同行中几乎是最严重的一个，投资者情绪极度谨慎，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估值修复的强支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各大公司的收入增长表现。目前来看，收入增长最快的是 Cigna， 同比增长24%，主要得益于其药房福利和管理业务的扩张，以及国际化业务的增长驱动。紧随其后的是 Health Equity， 增速高达19%，体现出这家公司在健康储蓄账户 HSA 领域的强劲弹性，属于典型的高成长型公司。Elevance 的增速则相对缓和，为10%，主要依靠老年医保计划和定价改善的拉动。而我们关注的主角联合健康，尽管是行业中的巨头，但是收入同比增长仅为8%，处于中游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公司的体量越大，增长越难，尤其是在成本端承压的情况下，联合健康的扩张节奏受到了限制，增长已经明显呈现出巨头式放缓的特征。所以综合来看，联合健康虽然是行业龙头，但是却面临着扩张乏力外加成本受限的双重挑战。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市场情绪逆转时，公司的估值会被猛烈压缩。在评估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时，净利润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我们先来看排名靠前的 Health Equity， 它的净利润率高达9%，这得益于其轻资产模式与高附加值业务的推动，明显优于同行，展现出了极强的盈利质量。而作为行业龙头的联合健康，当前的净利润率仅为5%，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是依然处于行业的中上水平，而且波动性远小于中小企业，显示出其盈利结构更为稳健。Elevance 和森汀的净利润率分别为2.8%和2.25%，
略高于或者接近行业的平均水平，盈利能力平稳，但是不算突出。垫底的是 CVS， 其净利润率仅为 1.4%， 这反映出其零售药房业务的盈利压力极大。总结来看，联合健康虽然不是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医保与成本压力之下，依然能够维持稳定的盈利，具备极强的财务韧性和防御属性。我们再来看估值端的对比，首先估值最高的是 Health Equity， 当前的市盈率高达 70%， 背后是轻资产外加高成长性的市场溢价预期，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的表现一旦不及预期，回撤风险不容忽视。Cigna 和 CVS 的估值位于中等偏高的区间，市盈率分别为 16% 和 14%， 反映出市场对其增长前景依然持观望态度。焦点落在联合健康上，当前公司的市盈率仅为 12%， 处于历史低位，显著被低估。要知道，联合健康的长期平均估值通常在16到20倍，加上其 22% 的 ROE 和长期稳健的盈利结构，目前的估值水平几乎就是价值投资者眼中的洼地。在整个医疗保险板块估值普遍压缩的大环境下，联合健康是少数几个兼备安全边际、稳定现金流和潜在弹性的优质标的之一。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的整体态度。目前在满分为5的评级系统当中，分析师对联合健康的平均评分为4，评级解释为买入，并且这个分值位于买入区间的偏右侧，接近于强烈买入。换句话说，尽管公司经历了股价大幅下跌、利润率承压等负面情绪的冲击，市场对公司的基本面信心并没有丧失。这些评分反映出，投资者认为当前的估值回调更多的是短期事件的驱动，比如医疗利用率暴雷、监管预期波动，而非公司的基本面恶化。这就意味着，对于长期投资者或者价值投资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典型的被情绪错杀后的买入窗口。我们继续来看分析师评级的分布情况。在所有的26位分析师当中，有13位给出了强烈买入，5位给出了买入，也就是说有超过2/3的分析师对联合健康持有正面态度，认为当前的股价极具吸引力。反观负面评级，只有2位分析师给出了卖出或者强烈卖出，他们所占的比例仅为 8%， 说明市场的悲观情绪并不普遍，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扩散。而中立的评级也仅占 23%， 表明大多数机构认为联合健康的长期前景是积极向上的。综合来看，这一组数据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也就是说，虽然联合健康的近期股价承压，但是市场总体并没有放弃对它的长期信心。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分析师对联合健康的股价预测。当前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格为$379，相较于当前股价，依然有接近于 30% 的上涨空间。这说明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联合健康目前被低估，具备回升的潜力。当然，预测区间也显示出一定分歧，最高的目标价格达到了$626，而最低则为$270，其中的差距接近1倍，反映出市场对2点存在明显分歧。第一就是对公司盈利能力恢复速度的不同判断，第二就是对管理层的偶发事件与公司的管理风险持有不同的态度。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看，市场对于联合健康的中长期反弹依然保有期待。聊了这么多基本面、估值和市场情绪，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硬核的部分，那就是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基于联合健康的历史财报和未来预期，我们将来试图评判它的内在价值，看看当前的$290的股价到底贵不贵。在这一部分，我们利用的是反向建模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假设一组增长率和利润率去推测股价，而是直接给出当前的股票价格$290，让 AI 模型去倒推出为了支撑当前股价需要怎样的盈利假设。结果非常有意思，要让$290的股票价格在 DCF 框架下成立，联合健康未来只需要做到 5% 的自由现金流和 2% 的年营收变化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几个变量估值是否合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由现金流率 5% 这个数字是否合理。简单来说，自由现金流率 5% 就意味着联合健康每赚$1收入，最终能够有5美分的自由现金流留在公司。根据历史数据，联合健康的平均自由现金流率约为 6.4%， 这说明 5% 的假设合理偏保守。我们再来看同行的对比，联合健康的自由现金流率长期维持在 6% 到 8% 之间。Cigna 和 Elevance 也维持在 4% 到 8% 之间， CVS 则相对较低，约为 3% 到 6% 之间，属于偏低水平。综合以上信息来看， 5% 的自由现金流率假设处于行业下限的边缘，是一个偏谨慎的设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营收年复合增长率 2% 的假设是否合理。回顾过去8年，
联合健康的年复合增长率大约为 9%， 明显高于 2% 的水平。最近一年，营收的增速放缓至 2.4%， 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但是受到一些一次性支出的拖累。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测，公司未来的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约为 5% 左右。根据这些信息来看，2%的年营收复合增长率明显偏低，属于极度保守甚至悲观的估计。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自由现金流率的假设为 5%， 这一假设结合历史数据和行业情况来看，属于合理偏保守的区间，因此 5% 的假设反映出目前投资者的谨慎态度。其次，公司的年复合营收增长率 2% 明显偏低，属于悲观情景。综合来看，联合健康当前$290的估值，隐含了较为保守的盈利和增长假设。这就意味着目前公司的股价存在低估风险，这也表明在当前宏观与经济环境压力下，投资者可以把联合健康作为一个相对安全并且具备价值支撑的标的。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联合健康的全面分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联合健康的多空投资逻辑。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联合健康的多头投资逻辑，为什么依然有大量机构坚定地看好这家公司？第一，就是公司的商业模式具备优势。联合健康通过垂直整合与数据驱动，把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深度绑定，旗下的保险、支付、服务、药房与数据科技形成了闭环，极大增强了用户粘性，也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二，就是公司的财务极其稳健，联合健康长期保持着高 ROE、低负债，公司持续派息，并且维持了 13% 的股息复合增长率，公司的现金流充沛，分红稳健，代表着公司有稳定的资本运作和优异的财务基础。第三，就是联合健康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突出，尽管面对行业压力，但是每股收益依然保持高增速，最近一年的营收增长同比高达 44%。长期来看，公司的营收年复合增长率也维持在稳健水平，体现出公司优异的盈利弹性。同时，公司估值的安全边际充足，目前公司的市盈率远远低于历史平均和行业可比公司。经历了大幅回调之后，公司的估值已经大幅压缩，给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安全边际和未来估值的修复空间。总体来看，联合健康拥有深厚的商业护城河、稳健的财务基本盘、持续的成长性和被低估的估值，是典型的穿越周期的行业龙头。除此之外，当前还有更多看多联合健康的理由。第一，就是价格低位带来了估值修复的机会。在经历了超过 50% 的大幅回调之后，目前的股票目标价格距离现有价格拥有约 30% 的上涨空间，市场短期极度悲观，反而为长期投资者带来了价值买入的窗口。第二，就是公司的防御属性突出，医疗服务属于刚需，加上高度政策壁垒，即使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这类防御型行业依然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第三，就是公司的数据潜力巨大 ，Optum 的数据平台已经积累了海量的患者数据，为未来的 AI 医疗和个性化诊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期来看，这些数据资产有望成为公司价值的新的增长点。所以综合来看，联合健康既有估值安全边际，又具备长期成长性和抗风险的属性，是当前市场中少有的防御型价值龙头。当然，联合健康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和空头逻辑。第一，就是股价崩盘导火索尚未被完全消化。首先，公司 CEO 遭遇枪击事件，叠加市场情绪极度悲观，令投资者担忧公司内部或者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再加上理赔拒付等负面情绪的发酵，市场对管理层的信任危机显著加重。第二，就是政策监管风险持续加大。作为医保和医疗服务一体化的行业巨头，联合健康正面临着美国联邦的反垄断调查和医疗审查等多重压力，尤其是 Optum 板块相关的垄断担忧和数据断供问题，市场担忧政策打压和拆分的可能性。第三，就是利润率承压成为常态。近年来，医疗赔付率不断上升，医疗服务成本持续上涨，导致保险盈利能力下滑，公司整体利润结构恶化，未来盈利的弹性被大幅压制。第四，就是盈利预警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华尔街分析师一致下调了对联合健康短期盈利的预测。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预期被华尔街分析师一致下调，说明市场对其短期业务修复和盈利能力缺乏信心。公司的风险已经从情绪层面传导至预期层面。除此之外，龚多还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担忧。第一，就是公司的增长明显放缓。虽然联合健康过去几年增长强劲，但是目前收入的同比增速仅为 8%， 在行业中处于疲软的状态。这意味着与行业对手相比，
公司的增长势头已然衰竭，很难支撑此前的高估值，成长性的逻辑遭遇挑战。第二就是长期强势后的估值溢价依然没有被完全消化，虽然公司目前的市盈率有所下调，但是估值依然不便宜。市场普遍认为联合健康的增长故事已经讲完，估值难以重新扩张，投资者更倾向于寻找下一个成长热点。第三就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收缩，投资放缓，管理层在应对利润压缩时，可能会优先保存现金流，从而导致分红或者回购率下降，甚至未来的投资扩张也有可能减缓。第四就是市场轮动带来的板块风险，随着投资者从医疗等防御性板块撤退，资金大量流入 AI 和科技等新兴热点行业，医疗保险和防御性公司处于明显边缘化的地位，投资者的情绪低迷，板块溢价被压制。所以综合来看，空头的逻辑集中在增长放缓、估值消化不足、资本开支下降以及市场偏好轮动等方面，反映出公司短期盈利修复难度较大，行业估值中枢下移的现实风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能看到这里，那么恭喜你，你对联合健康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欢迎点赞支持，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